0.8秒时速破百，什么怪物？就是它了，顶级燃料赛车。今天咱们边拼边聊。对了，我刚才说的破百的百是100英里哦，所以换成公里的话就是0.8秒时速160。你看，难怪起步的瞬间呢，它就会把自己的后轮压成麻花了。哎，这个麻花可不便宜啊，一条大约要花$900，而且顶多乘上几公里之后呢，就会把自己全部变成路面的一部分了。哎，当然，这其实就是它的策略了。顶级燃料赛车所用的轮胎，比起最软的 F1 轮胎呢，都还要软得多。而且啊，它里面充的气也很少啊，只有大约0.5巴，也就是标准大气压的一半而已。作为对比啊，普通汽车的轮胎胎压在2.4到2.5巴左右。看起来乐高还需要再做得更好一些才行啊。这个轮胎很硬啊，是没有还原实车上真正的胎压的。哎，为什么它要这么软呢？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啊，尽可能的增加它的接地面积，以便能够在它弹射出去的时候不打滑嘛。哎，说它是弹射呢，没有任何的夸张啊，因为它起步瞬间所带来的加速度，甚至是超过了火箭发射可以达到5个 G 以上的过载。但你想啊，这么大的过载，就靠这2个后轮，哪怕它们压得再低，做得再宽，也很难抓住地面，把高达11000匹马力的发动机输出有效地传递到车身的运动上面啊，所以就要拧麻花了嘛。这实际上呢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工程设计，在顶级燃料赛车启动的一瞬间啊，由于是硬连接，轮毂会马上先转起来，但是轮胎却会因为太软而滞后大约半圈，于是就带来了第一个好处，吸收发动机的巨大震动。接着在8个气缸、8个排气管集体向上喷气的强大下压力下呢，后轮被进一步压低了，大约20厘米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变相的减小了后轮的直径了呢？等于是从整体上改变了这辆车的传动比了，有点挂低档起步的意思了，可以更加的顺滑高效，这是第2个好处。而更加神奇的事情还在后面啊！当顺利启动，后轮也越转越快的时候呢，巨大的离心力又会将它的直径拉大，使原本矮胖的后轮立马就挺成了一个瘦高个，不仅减小了接地面积，降低了阻力，还因此又切换了一把传动比，等于是挂上了高档，可以更快的冲击了。暂停一下，一个新的知识点也就冒出来了。顶级燃料赛车里面是没有变速箱的，动力从发动机输出之后呢，就这么干脆直接的怼到轮子上面了。所以你说它不用轮子来换挡，还能用什么呢？好了，就这样呢，等到了305米的赛道尽头时呢，通常都可以跑出500公里以上的时速，绝对堪称陆地王者了。但是呢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虽然另外一个王者猎豹也只能把最高速度维持到很短的时间，但至少也能把猎物追出好几公里啊！怎么这个如此之猛的顶级赛车就只能跑区300米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啊，我们知道，其实发动机的每一次活塞运动都是由一次小型爆炸换来的。如果说普通发动机里面的爆炸是扔颗手雷的话，那么顶级燃料赛车发动机里面的爆炸就扔进去的是核弹啊！再坚固的外壳，请问又能扛住多久呢？能有个4秒钟已经非常了得了，再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顶级燃料赛车的发动机是基于克莱斯勒的一款8缸引擎改造而来的，为了足够的坚固啊，直接是由一整块铝洗切成型的。是的，硬生生的在上面转出了8个排量达到了8升的大气缸出来，所以它们喝起油来的速度呢，跟一架波音747起飞的时候是差不多的。在一次仅仅跑300米4秒不到的比赛里面，可能会烧掉45升到86升的油。说到油，你们猜这一台发动机烧的是汽油、柴油，又或者是航空煤油呢？都不对啊，它烧的主要是硝基甲烷，这是一种自带氧气的燃料。你看它的化学式，里面是有 O 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氧嘛。所以相对汽油而言，燃烧它所需要的进气量就会少很多。具体到数字上的话，每燃烧1公斤汽油需要消耗14.7公斤的空气。而每燃烧1公斤硝基甲烷，则只需要1.7公斤的空气，只是汽油耗气量的11.5%。那么反过来，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啊，要是给它1份空气的话，它能够燃烧的量就是汽油的7.6倍了。尽管硝基甲烷的能量密度不如汽油，前者是11.2兆焦每千克，后者是44兆焦每千克，但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乘除计算之后呢，也能得出用硝基甲烷的发动机要比用汽油的发动机功率高了2.4倍。再加上看到发动机顶上的这个了吗？
它是一台披着凯夫拉，就是用来做防弹衣的那个材料的增压器，负责将空气以每分钟8.5万升的速度呢压进气缸当中，气压高达4.5巴左右，可以直接把我的这个表给干爆了，妥妥的一个压力炸弹啊！难怪一定要裹上凯夫拉了，这样即使它真的炸了，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伤害嘛。哦，对了啊，还有一点很猛啊，人见人爱的奔驰大 G 呢，能够提供高达421马力的动力输出，但是就算在这台增压器面前呢，已经败成渣渣了，因为光是驱动它啊，一台增压器就需要750匹马力才行啊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好了，这台积木赛车呢，我已经拼好了，哎，好看是挺好看，就是它跑不动啊，哎，怎么办？那就做一台会跑的呗。我是火箭叔，关注我，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。